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老和。当中俄的军机围绕着冲绳在这边威吓、这边呛下的时候，没有想到嚣张没多久之后，川普怒了，直接把他的大杀器直接开了出来。这台是什么？是美国的 B-52，甚至还有日本的 F-15、日本的 F-35半飞。结果这个举动出来之后，中国快吓死了。大哥，你是玩真的吗？因为 B-52已经够可怕了，更可怕的是什么？是日本的 F-35。那为什么日本的 F-35非常可怕呢？你看到今天日本政府他提供的2张照片里面，他特别只有把 F-15完完全全拍了出来，但是他 F-35部分他把它藏得非常非常好，这让大家觉得说，你日本政府到底是在玩什么呢？原来是什么？原来日本的 F-35它的飞行员非常的厉害，它是日本空军里面最强的第3航空团301航空队，他们叫做什么？叫做日本的 Top Gun， 比美国的飞行员还要强。今天美日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就要展现态度，他们就是要动真格了。而动真格，川普也是玩真的，他不断在美国、日本、台湾当中穿针引线。你看到今天国防授权法过了之后，我们把所有的细节翻开来看之后，发现不得了，原来台美的合作有这么的深，包括在台湾共同研发无人机之外，甚至也在台湾有一个无人机的生产链。这代表川普他不仅把美国、日本、台湾绑在一起，更要跟中国宣示说，台日你别笑想了，太平洋的确没有办法容纳中国跟美国，这就是美国的地盘。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评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的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知道我们前几天才在讲说，中俄很嚣张，军机这样过来，把冲绳整个都围了起来。我们想说，你把围台军演全部这一套丢到了冲绳上面去，结果川普不爽了。好啊，你今天你要过来搞，我 B-52，我大杀器。我直接开出来的，没错。今天呢，川普教训你中俄，什么叫做大哥？我跟你讲，你居然敢亲门打吼欺负我的小弟的时候，大哥出来教训你。大哥怎么教训你呢？你看《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轰炸机巡航日本海，高调展示对日本的支持啊！你是怎么绕，我就怎么绕回去。而且他这一次是出动 B-52的轰炸机，你俄罗斯用轰炸机来，我也用轰炸机，而且这次日本呢还出动了日本最精锐的两款战机。一个是 F-15的这个战斗机3架，另外是 F-35的这个战斗机3架，3架半的这个所谓 B-2轰炸机，这个火力呢，绝对比你中俄还要更加强。他们看到快吓死了，甚至告诉你什么，我躲了哈，我被挺完挺底，就是安呢，我挺你到底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知道，川普表现了一个他绝对不会退让的一个态度。好，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都说，台湾很多人还在那边说什么以美论，这几天美国已经不演了。美国这几天通过一个国防授权法，明年度的哈，我们可以看，这是这个外媒的报道嘛，对 ，US House 就是美国的国会 passes defense bill， 就是他们的国防授权法 ，backing joint drone program with Taiwan， 这是外媒的报道啊，他说要当成是跟台湾一起做所谓 drone， 说的是无人机的计划，所以美国要跟台湾发展无人机的这个计划，所以意思是什么？我们过去不是讲说，这个美国的司令曾经说，如果中国敢胆进犯台湾的时候，会在台海有一个所谓地狱景象啊，无人机的地狱景象，这是真的。对，现在美国要来跟你说，我们跟你一起合作。所以我跟你讲，事实上从这些动作你就知道说，川普人他嘴巴不说，但是他用行动挺你。你喜欢黑压低，你是我珍贵的东西的时候，我绝对就挺你到底的一个状况。而且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今天 B-52加上日本的 F-15、F-35出来之后，中国真的是吓到。你看到今天日本官方把这个全部都列了出来，没错，不是只有一台而已哦。你看到这个时间点。F-35有3架，对 ；F-15有3架，对 ；B-52有2架，这飞到哪一个国家都可以把这个国家给灭了。对，没错，我就说嘛，你看日本的这个统合幕僚监部，他就发了这个，对不对？他说日美这个共同训练的这个实施，他给他讲得非常清楚嘛，对，好，这个时间点你9号来绕。所以我就10号我就出动了。好，那你看在日本海的上空，日本海的上空是什么意思呢？照讲日本海就是我们日本国土是这样，这是朝鲜半岛，对不对？它就在这个地方绕，这个地方绕就是说你敢来，我就把你拦住的意思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哈。而且你们经过路线，我们也经过一次给你看。好，那这一次出动了这个第3航空团的这个 F-35的战斗机3架，还有第6航空团的这个 F-15的这个战斗机3架，还有 B-52的轰炸机2架。
B-52轰炸机如果完全挂弹的时候，那可以毁灭一个国家啊。所以呢，他就那 F-35是怎样？它可以逆中啊。所以你又对比之前的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飞机，跟美国跟日本这一次的飞机来说，差太多了，不是同个量级的。好，所以他等于用行动告诉你，你再嚣张啊，我现在就来给你后大力来啊，我现在已经来了哈。那除了这个行动上支援之外，他们也发了很多文章支持他。你看，这是美国驻日的这个大使这个格拉，他直接讲中国的行为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那美日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更加牢固、更加团结。我们对盟友日本的承诺坚定不移，我们将在这个时间、这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以上密切合作。连发了两大篇日文还有英文版的。对，没错。好，我们来看英文哈。The U.S.-Japan alliance is stronger and more united than ever。你看，就是我们跟日本的这个同盟是比以前更加的坚定。那告诉你什么？就你记得让美日同盟更加坚定嘛？就是你这样做，你其实会招来反效果。美国的这个驻日大使跟你这样说。好，那除了驻日大使，还有这个所谓空军飞出来之外，美国的这个国防战争部长，现在叫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也跟这个日本的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通话。通话里面来说话，当然他又表达了对于日本的支持，对，然后谴责中国，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美国现在等于是说全力的站在日本的之后，尤其是你知道，日本这一次来说话，事实上他也觉得日本没有做错啊，所以我就说，美国这一次是站在日本的这个身后。而且为什么说今天中国看到这个阵势，看到 B-52已经觉得非常怕？是他看到不太对。日本有 F-35，是他们看了日本放了这两张照片我看到这是什么？这是 F-15，对。结果 F-35到底在哪里？他把它拍得模模糊糊的感觉，他到底是在藏什么？原来 F-35才是日本的大杀器的。当然啦，我跟你讲 ，F-35不只是日本大杀器，是全世界的大杀器。大家都想要买 F-35，如果川普愿意卖的话，我们台湾绝对也要买 F-35。好，那我们讲日本放了2张照片，这2张照片非常有意思哦。你看哦，这是这个 B-52的轰炸机，对。那后来这是什么？这是 F-15的战斗机，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好，那这是2架这个 B-2的轰炸机，但是这个呢，这个它没有拍得很清楚，你看起来有点像是 F-15，也有点像是 F-35，但是你没有看得很清楚，它没有把 F-35亮得很开。如果他要给你看的话，他就直接这个翻过来让你看，就是 F-35，但是并没有这样做。他还搞什么？类似那种心理战术那种感觉。没错。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日本现在呢是除了美国之外，全世界有最多 F-35的国家。所以这日本呢，日本的空军实力是不容小觑的。好，我们讲这一次的这个 F-35，它是隶属在第3航空团2022年的三泽基地第1次编队。对。照你看那次编队吓傻大家，你看他就一口气，大家可以看 F-35。我们讲 F-35一台都有可能可以灭一个国家的所有的电站系统。你看它1、2、3、4、5、6、7、8、9、10、11、12台编队飞行一起飞。我跟你讲，当时连美国都没有这样展示过，他就一起给你飞这么多架。所以他说当时的这个 F-35的编队是全世界看得瞠目结舌，因为第一次有这么多架同时之间在这个天空上面飞，所以这个一架吓人哦，一架都是快要1亿美金，它同时之间有12亿美金在天空飞，你看这个是多么惊人的一个状况。然后今年10月的时候呢，24架 F-35的出动，你看它出动到哪里？3国的武士道卫士的那个联合军演，你看他们还故意拍这样一个照片，你看 F-35的这个飞机，然后前面有非常多的相关的人员、相关的这个状况，然后集结24架，所以你看到日本的 F-35的战斗力是不容小觑。它这个要给你什么意思呢？我好你看啦，给你看看我的能力。不要惹我，对你惹我，你可以试试看，是别玩火，是你敢来巡航看看嘛？我们有那么多 F-35。对，那我们在讲，事实上这一次参与这个美日这个巡航的这个 F-35第3航空团嘛，对，但这航空团里面下辖了一个叫做301飞行中队。那301飞行中队，你看它这个非常有意思哦，大家可以看一下。301飞行中队来说，它的 logo 是一个青蛙头，对。但是事实上，严格来说不叫青蛙头啦，严格说它是叫做蟾蜍头。那为什么这样？事实上，它其实我跟你讲非常有意思哦。301中队的这个它其实是蟾蜍，日本蟾蜍。那造型有点像是这个所谓很像青蛙，但是其实它是蟾蜍。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301基地的附近来说有这个日本蟾蜍。那这个日本蟾蜍来说的话，它有这个它是两栖动物，然后日本蟾蜍事实上是有毒的哦。所以你看这那么可爱的 logo 下面来说，其实隐含的就是301飞行中队是一个非常彪悍的这个。所以是说我完全懂一件事情，为什么今天 F-35我们刚刚看那张照片模模糊糊的，对。
他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个，如果上面是有这个，那就是全日本最强的对301哦，对，就在上面哦，所以对现在吓得中国都发麻了。好，我们现在跟你讲301飞行中队是什么样一个中队，我们来从它的前身说起。它前身是在1943年成立的这个301飞行中队，它当时是日本已经开始要这个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进行的一个相关的这个编队，所以他们这个编队里面来说的话，有参加过他们飞行有参加过什么珍珠港的偷袭事件啊，还有什么这个菲律宾海战一大堆的这个战区，他们当时飞的叫做雷电式的飞机，是日本后期这个2战后期非常重要的这个军力。对，那你知道它这个1943年成立的，在1945年呢，它这个中队就完全结束。知道为什么完全结束？因为所有的飞机完全阵亡，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所以他们就变成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有日本 Top Gun 之称？因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战斗力绝对是日本数1数2。所以你看他们这个中队就编制了什么 F-35。那编制 F-35的话，我们就讲，事实上他们的飞行员呢敢飞啊！你看前一阵子他们做这个特技的飞行啊，让美国飞行员都吓傻了。你竟然 F-35可以这样飞？对，为什么？我们知道 F-22是现在目前全世界最好的飞机，它可以飞一个叫做 Cobra J Jump 的它相关是这样子，它飞行的时候这样飞，对不对？然后往上拔尖之后，因为一般往上拔尖就是你要冲场，但是冲刺的时候突然之间降速之后，你要这样子降速的时候，在很低速这样回来之后，再转变一个方向。哇塞！所以这个飞机是，你试想往上冲之后，然后在低空回旋回来，这样这个其实非常难。好，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当时日本的 F-35的飞机，你看就这样飞，对吧？照我们再看一下，你看它现在是往下，它转变了一个方向了。你看它上去的时候，你看完全往上冲，然后开始转移这个身，然后开始在那慢慢，好像有点飘原本移动，这样慢慢转下来了。各位，你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这个非常的困难啊！那过去的 F-35，美国的 F-35飞行员也没有飞过这样，是 F-22可以飞啊。因为我们知道 F-22它的性能比这个 F-35它的推动力什么都更强，所以你看一边是 F-22，一边是 F-35，就是比较小的那一台是 F-22，那比较大的这一台是 F-35。你看两个飞一个样子哦，你看。你这个 F-22，因为它的这个性能，这原本就是 F-22的这个拿手好戏，对，所以你看它开起来的话 ，F-22是相对很顺的，但是换到 F-35，日本开的也蛮顺的啊，所以你知道很多美国人就说，哇，你居然敢用 F-35多难飞啊！结果没想到日本的驾驶竟然可以这样子干的。对，所以我就说他们事实上是战斗力跟飞行能力是相当强的，不容小觑。所以来说，301飞行中队还有第3这个航空团出来之后，其实中国是应该要皮唰的。好，那我们来讲，事实上除了这个日本这个也是做好了全面的准备之外，我们讲美国它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书嘛，授权法嘛。好，我们讲事实上这次通过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来说的话，它现在法案的内容已经公布出来，那这是原本的，你看 S3163，然后 AB 有这个一个法案哈。那法案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它这个法案里面来说的话是这样子的，他说美台在无人机联合系统的合作方面来说，法案指出，战争部长须于2026年的3月1号前启动跟这个台湾无人机系统还有反无人系统的联合开发，还有这个生产计划，然后供美国部队还有台湾军队使用，必须符合台湾关系法的规定。所以这个我们台湾跟美国是要美国部队跟台湾部队一起使用的哦，所以是最新的东西。对，没错，对，一定美国用的一定是最新的嘛，美国不可能用旧的嘛。好，那另外法案要求战争部长每年还有一直到2029年的向国会简报哦。所以你不能说，今年就算了，不是哦，到2029年哦，然后包括说什么互惠采购，就是什么叫互惠采购，就是美国要买台湾的这样一个状况，不是只有我们买，他也要买哈。然后还有安全供应协议，就是我们要给他安全的供应协议，他们要给我们安全供应协议，还有军事的训练一般协定等等。所以等于是美国这一次呢是卯足了全力，在国防授权法里面就告诉你嘛，美国现在是他手伸进我们台湾的这个军事领域里面来，这很夸张这是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台美要一起研发无人机，是结果在哪里生产？在台湾生产，是结果怎么样？是最新款美军也在用的无人机，是台湾也能够用。对，没错。天哪！那你看，那有没有进度？当然有。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台湾有一家公司叫台湾采光科技，它携手国际伙伴，然后展现全方位的这个无人机跟防卫的解决方案。好，那我们在讲，事实上是什么？就是这一台无人机，这台无人机，那这台无人机来说的话，它的代号叫做 Penguin， 就是叫企鹅，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无人机。好，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台无人机原本是非常的神秘，但是呢，因为它这几天呢，它刚好在
台湾呢在进行所谓的他们试飞。那试飞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在我们台湾的无人机工厂，在布袋那一带飞。你看就是这样，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报纸有拍到它的照片。对，这照片是从这个下面往上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飞机，这代号叫做 Penguin C Mk 2.5 VTOL 的这个机种哈，这个机种，大家可以知道，事实上它只是跟美国的厂商，美国厂商叫做 H Autonomy 公司合作，也就是说，这个是台湾的采光公司跟美国的无人机大厂 H Autonomy 合作的时候生产的这一台飞机。照你知道这台飞机来说的话，它可以飞多远吗？它居然可以飞1500公里，然后续航力是12个小时，然后可以用在什么国防啦，还有海巡的这个侦察这样的状况。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他今天展示的时候，很多人就看呢、那我看为什么这个无人机很厉害？对，你知道一般的无人机来说的话，大概只能够飞大概约莫是续航2小时。然后航程大概300公里就已经很紧绷啦，对。但是它可以飞1500个小时，所以续航12个小时，这个能力大概是5倍以上。然后另外是什么？那美国为什么找台湾合作？我跟你讲，我们台湾呢在无人机的说，你说引擎啊，或是导航这些，台湾不是很厉害，我们需要美国的帮忙。但是台湾在什么很厉害？晶片。对，我们晶片很厉害，所以我们在晶片或者说一些相关的软体解决方案，我们很强。所以呢，这个采光公司它做的是什么？它采光公司厉害的东西叫做智慧光打。对，什么叫智慧光打呢？智慧光打就是它会发出这个光哦，来侦测你的东西。比如说以前的特斯拉，它原本也是用智慧光打，所以你为什么特斯拉可以在夜间也侦测出很多东西？就是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你光打，光打是什么？光打就是跟 IC 有关嘛，就是我们国内当然最会做这个 IC 嘛，所以它光达系统是国内数一数二。美国也觉得说，哇，你这个可以用在军事领域，所以你看。它这样照出来就是这样，它可以把很多东西都照得很明显。好，另外第二个是什么？你光打了有讯号之后呢，我们要什么？智慧光学的影像融合，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光学的成像出来的一个。你照完之后，你还会知道说这是什么东西？对，什么东西？你要能够成像，你到底是敌人，或者是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成像之后，成像到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平台里面，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嘛。所以你看，它现在目前为止来说是，你看他说。Penguin C 的 Mk 2.5 VTOL 是美军的现役机种哦，所以也就是说是现役机种哦，所以我就说他们现在是把现役机种拿来给台湾用哦，我们台湾要生产哦。对，除了这个无人机的合作，还有另外一个重点，照你知道，还要军援台湾什么？要强化我们的海巡。对，我们最近我们不是讲吗？川普不是去扣押这个委内瑞拉邮轮？我们海巡是要跟我们海巡是要跟他们的海岸巡防队互相的合作，真的假的？海岸防卫队合作，海岸防卫队你不要以为他很弱，他很强那这一次这个扣委内瑞拉，他不是就出动了海岸防卫队的队员嘛？加上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有美国特种部队，所以等于是他现在手把手来教你，再加上说我就讲海巡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无人机，美国也给你无人机，所以跟你讲，美国这次是整套的方案给你，务必要让你加强我们台湾的近岸防卫。所以才跟你讲，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或许川普嘴巴不说，但是他其实用行动告诉你，我几滴几饼。宇轩，我们刚刚讲，川普他不断在美国、日本、台湾当中穿针引线，这不单单只有军事还有科技，还有经济上面。结果今天这个新闻，我吓到了。日经亚洲说什么，在熊本台积电熊本2厂突然停工了，像奇怪，不是每个人都要去抢晶片吗？怎么会突然停工？原来是什么？他们的6奈米、7奈米不要了，他们现在是要干什么东西？他们现在竟然是要搞到4奈米。你怎么会突然说改4奈米，他就改4奈米？这背后不太单纯吧？对，原本呢，小粉红还一阵高潮，想说，哎呀，太好啦，台湾跟日本闹翻啦，你看吧，核心资不给他，结果发现的是搞乌龙。为什么？因为原本6奈米呢所使用在的项目啊，现在已经不符合市场需求，所以他为什么要进一步的提升，把全面的呢直接原地停止？为什么？停止动作，全面升级。要改成说作为4奈米的厂，那你就很好奇说，哎呀，4奈米的厂跟6奈米真的有差很多吗？来，各位，我们先看这个画面，这是11月原本它在动工的，你有看到一大堆大型的这个吊臂，忙那时候一直在赶工，赶快啊！而且你看这密度非常高，代表每一寸每一土他们都精密的在施作。其实我们也想到12月的时候呢，原本我们讲小粉红高潮就是这样涂来，你看全部净空了。那为什么会去净空呢？因为发现第一个挖土机啊、打桩机啊，这些全部都撤出，然后呢，相关的动工呢也因此而暂停。但是呢，还保留了少量的我们讲工程机具呢，在现场维持营运。所以呢，他后来发现说，原来不对，因为呢，整个结构跟它的地基呢，全部都要改制。因为你如果对半导体稍微有点了解，你就知道6奈米也好，跟4奈米也好，可以赶快流波港塞。我们就举一个为例子，阻尼器。
你像我们在做阻尼器的时候，6奈米对它的晶片制程的精密程度有一定程度的要求，但当你今天呢升高到4奈米的时候，包括它的抗震系数，包括它的减震，以及呢它对于相关的设备的以及要求，全部不一样。再来哦，台积电的技术本来就持续在进步，还记不记得魏哲家都一直在讲？说我们的厂房呢都是边盖边修正，边盖边修正，甚至盖完之后还会再修正。所以呢，这2年半之内原本设计好的，比如说你以美国为例好了，最麻烦的是什么？在美国遇到说我可能要进行微调跟修正的时候，面对我的产线以及我客户的需求进行调整，美国会说 stop， 不行，为什么呢？图先来。以后再重新再送一次。我现在审查一下，然后那个老奶奶老花眼镜这边看啊看哦，那然后呢搞了半年，还恐怕搞不定。但你知道日本说什么吗？你要改是不是？大丈夫です，马上好，直接来 ，OK， 大丈夫，这么快，直接给你开goです，就给你直接来，全部都 say yes。而且我跟各位讲啦，6奈米跟4奈米哦，其实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技术差别，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CoWoS。他们在讨论就是 CoWoS 这件事情，因为原本6奈米没有用到这边，那它是用在什么呢？用在一些 WiFi， 用在一些我们讲手机，但消费端现在已经慢慢在减弱了嘛，所以呢，他就跟你讲说，转到2奈米之后呢，4奈米之后呢，可能这些技术全部都引进进去。但引进进去之后，它当然整个厂房结构都要大调整，等于封装也不一样，而且它相关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呢，它现在全面在弄。那有一个单位就是这样，比如说像我们举例，台积电那时候在高雄，是不是？原本跟你讲说要做6跟28嘛，那后来改成什么？改成2奈米，说改就改，直接换，重来一次。那为什么要改2奈米？为什么要改4奈米？我之前跟各位讲白了，好不好啊？就是我们讲 AI 需求啊，因为现在整个 Google 或者是说你要讲台积电的相关这些客户商，它全部都已经基本上要去提升，重点同时项目都在这边，所以你传统的那些原本的6奈米或7奈米，那已经不是市场主力。等于就是说，未来现在全力，包括日本呢，都要加入这个 AI 行列。而且台湾如果愿意把 CoWoS 拿过去，那释出一个讯号，这个讯号是什么？以前大家讲 CoWoS 的产能全部都在台湾，但如果连日本都可以共通的话，变得是一个架构嘛？什么架构？在美国这个老大哥的穿针引线之下，我们讲川普的川就穿针引线，那个川普的川。对，台湾跟日本基本上现在最前端的技术都要共同去拼这个产能跟产量啊，所以这个讯号根本完全不一样嘛。但是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台积电连小学都要搞得我们讲的像是工厂印出来的，一模模一样样。台积小学，对，你看这小学，我不讲，我把那边遮起来，你就说台积电怎么又有一个新的厂房了？就是灰色跟白色跟台积电配色一样，超级猛啊，好不好？他说，你看这是熊本大学附设小学啊，它叫国际班。那讲白了，说好听是国际班他收的学生的确有一些是来自美国的啊，当然台湾也很大量，那也有一些来自中国的。那最近他们就开始呢，在大规模录取，比如说1年级有24人，2年级以上呢有28人。那大概呢里面这种国际班都有这种外国的儿童，那就是如同我刚才讲到3个国家里面都有。但你知道这个国际班除了跟台积电长相是什么吗？它里面的内容非常独到，它竟然跟你教一个事件，你绝对想都没想到，在日本教你228事件。等一下，日本熊本的小学教228事件，教你对抗权威，对抗威权啊，了不起！他为什么要介绍？他说：等，你别误会因为在熊本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228的烈士，他叫做什么呢？他是一名律师，叫做汤德章。那这个汤德章当时我们讲为了要救这些武力镇压这种抗议的民众在228救了许多性命。但介绍他，因为这个汤德章的父亲呢，刚好就来自熊本的这个鱼土市，也就是我们台积电厂房的地方。等于是呢，他们把土产拿来现用，也就是说，当地土生土长的人跟这些熊本的居民，跟这些熊本的小朋友，当然有比较高度的连结。同时，不要忘记你的本在台湾，同时呢，你不要忘记228呢这个我们讲的过去的历史事件。所以你看到这边台积电在当地它是真的要我们讲扎根，把这边呢当作是呢它第2个我们讲根源地，好好的把这些最顶尖的设备以及人才呢都留在这边。瑞德哥，现在我们刚刚谈到台美除了联合演训之外，今天是有一个事情大家吓一跳，之前说我们跟美国买这么多东西都没有来啊，今天来了 F-16V 的挂架来了，结果你说这个挂架不要以为说可以装飞弹，这可厉害的。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发现，那么美国或者是我们台湾会源源不断的在网络上出现很多跟军事有关系的新闻。对为什么呢？这个所谓的 F-16V 的这个挂架呢，没什么了不起，挂架又不是飞弹，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么这个挂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挂架事实上就是那么 AGM-154C 相关的空中导引精准炸弹还有飞弹相关的挂架，让你看什么意思？那么装好挂架了以后呢？
挂架装好，没有挂架要怎么发射这个相关的精准的这个滑翔导弹、滑翔那个炸弹啊？所以呢，告诉你，离154C 来到台湾的时间不久了。对，虽然后来受到本来是应该要在明年的时候就交，但问题是，一直到去年雷神公司才正式这个生产我们台湾所购买的56枚的这个154C AGM 154C 嘛。那么我们少儿你知道吗？我们晚拿到晚生产，结果没想到我们反而拿到好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现在要拿到了 AGM 的154C 的3型啊，是比目前美军现役在使用的 AGM 154C 的2型还要先进的。所以呢，还要先进的东西呢，那么我们晚到，但是我们拿到好货，对，就像我们的 F16V 一样。为什么说这个 AGM 154C 对台湾很重要？因为 AGM 154C 呢，它拥有一个功能，各位，它不是飞弹，对，它不是飞弹。我们以前讲到都认为是飞弹，对不对？对，它不是飞弹，但比飞弹更可怕。真的假的？为什么？因为呢，它是一个没有声音的飞弹它是炸弹。它是炸弹，是有翅膀的炸弹。对。那么事实上，滑翔炸弹没什么遗憾。这俄乌战争里面呢，俄罗斯丢了很多滑翔炸弹呢，在俄罗斯的战场，一开始逼的打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前线的部队打得溃不成军，没有办法，因为又没有办法防它，又没有办法拦截它，然后呢，最后被打得一塌糊涂嘛。最后乌克兰发现俄罗斯的滑翔炸弹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抗电子干扰很差，所以他们研发是电子干扰器来干扰它。对。可问题是，军事专家都用土炮来形容俄罗斯的这个滑翔炸弹，可是美军154C AGM 154C 尤其是那么3型，它是全世界目前为止的滑翔炸弹。可以号称数1数2最高级、最高科技的，所以呢，它在低空中丢的话呢，射程只有22公里，但是它如果到高空丢的话，射程超过130公里。对，什么意思啊？它只要 F16V 飞上来了以后呢，飞到台湾的上空的高空了以后呢，那么直接把它丢下去了以后，咻出去就直接可以打到中共的福建沿海。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